中国现在这无差别攻击，感觉上越来越严重，而且感觉上那个真的已经变成了中国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而刚刚讲到，从珠海到了无锡，到了今天的湖南，竟然短短几天里面各种都有，撞人的啦、杀人的啦，什么都有。宝来哥，我跟你讲，习近平觉得很后悔发这篇文，为什么？因为呢，他只要发这篇文，他才发现，不对，根本讲不完。因为中国来，各位这洋洋洒洒的，总共20几条，快要30条，不好意思，全部都是随机伤人。难不成你习近平要一个一个发吗？而且，董宝，我看它是越来越密集。你开始刚刚讲这2月零星发生，3月零星发生，到了5月，到了6月到7月，你发现开始密集。恐怖在哪里？恐怖在10月的时候连续3起，到了11月，刚刚讲的，到现在11月已经连续5起了。对，为什么会这样讲？你仔细看，包括我们先讲第1起这个震惊当地社会，就我们讲珠海的，因为什么？有一个男子60几岁，就无缘无故莫名其妙说什么他心情不好还是怎么样，家里有问题，但是不管你嘛，那你家的事啊。结果他直接开进去冲撞体育中心。但到目前为止，请问一下有解决了吗？就没有。11月11号还没有解决，对不对？不好意思马上就再来。到16号的时候又来，这个直接更狠。为什么？直接持刀随机伤人。而且各位啊，冤有头债有主啊。这个凶险呢，总共造成8个人不幸丧命，17个人受伤。结果呢，被逮了之后，他说什么？说什么？哎呀，因为学校不给我毕业证书啊，因为我的薪资都被苛刻。那更可怕的是，本来以为说这是个人的行为。现在看起来他有帮凶，因为当然想说你一个人持刀在这个校园里面，你怎么可能大家没有围殴，没有把你阻挡？没有，现在看起来还有另外3个人，你是一个集体杀戮行为。对，宝那个，所以他就是刻意要去做这件事情，很显然就要表达什么社会性的不满嘛。而且更可怕的是，今天上午又有了。对，宝那个，而且这个我最受不了，令人发指。为什么？因为你会仔细注意到，撞体育中心呢，这个还是一般人，而这个呢，已经沦落到学生的层次。但最可恶是，你知道他在干嘛吗？湖南小学。对，结果他就开着车直接去冲撞这些小学生，就冲撞完之后，你知道干嘛吗？这个嫌犯呢，后来就被人家逮到。逮到之后，硬生生从车上拉下来，太气了嘛！你什么人不欺负？你好好的一个我们讲正常人，你有种去跟成年人输赢嘛？不是欺负那个小学生，结果呢，当场就各位你就看到那个范闲，你看他为什么？他被所有人围着打。气死了嘛！你怎么会去欺负小学生呢？然后就对着他一顿我们讲拳打脚踢。但我讲白了，为什么中国会发生这种事情？我学社会学的，我跟你讲，如果只发生1起2起我跟你讲，这个叫做意外；但发生几10起这个叫做系统性失能。很显而易见的，中国现在社会系统性失能，对，系统性失能就是中国社会内部呢有无法排解的问题，而这些民众呢没有找到出口，所以呢他们没办法对执政当局，他们总不能去给习近平一巴掌吧？对，所以只能干嘛？犯案，就做这种案件。但我跟你讲，知道保了一个更荒唐的事，所以也就是说，我其实是受欺负了。现在刚刚讲的这些人其实都有满腹的委屈，这些人都觉得自己的受了欺负。可是你受了欺负，你有委屈，你能够对官吗？你能对有权利的人吗？没有，我只好去找什么？比我更瘦弱的人来欺负。对，宝德跟你讲一个重点，他说我被习近平，我被中共高层，我被这个体制给压迫，但我没有办法，我找到出口，我就去压迫更软弱的人，对不对？所以你仔细看这是当时我们讲无锡，我们刚才讲随机伤人那个，对，他所写下来就是那个毕业生拿着刀子到了学校，造成了8个人死亡的那个事件。对，而且你知道他现在干嘛？他是先躲在草丛里面所以代表他预谋躲在草丛之后，像宝德哥刚才讲，他其实有共犯然后呢，再突然跳出来开始伤人然后最后面呢，甚至我们讲保全还跟很多学生，因为各位你百思不得其解，你一定跟我一样一个困惑，不对啊，他就一个人，那其他见义勇为的警卫不会把他制服吗？没有，我跟你讲，警卫70几岁，根本没办法制服他，所以警卫就说，你学生赶快呢都躲在教室里面，各位你仔细注意到我在讲什么吗？他找这种没有反抗能力的。他就知道说我在这边安全，我没有反抗能力，我拿个刀呢，所以他是这拖了很久之后，造成很多伤亡之后才把人家制服。好，那所以刚刚讲到的，今天我刚刚讲到的，习近平对于那个我等于说这珠海撞人的事件里面，已经下令要来彻查了，已经下令要制止了，就没有想到，不但没有制止，这个氛围、这个情况还在扩散当中。当然，为什么宝杰哥为什么还会在扩散？因为理由很简单啊，搞不好他不满的就是当权派对不对？我今天就是因为我们讲的对于这个生活不满，所以我去行凶犯案，结果没有想到呢，你又出来讲话，那我就请问习近平这时候还要不要再发英文？发文也没有用嘛，因为你很显而易见没有办法制止嘛。就你知道最荒唐是什么吗？结果他们还说，我们没有办法制止这种行为。就他们说什么？我教小学生怎么样躲汽车。宝杰哥，你不要开我玩笑了，连我汽车高速行驶过来，我都不知道怎么闪。所以面对这样的状况，中共当局居然只能讲说，碰到车子来的时候，你要怎么躲？自求多福。中共当局跟你讲说，自求多福啊，有车子要撞你，要搞不好。你是在教小，你看所有小学生在旁边，然后一脸茫然的说，怎么可能这样跑掉？这个大叔叔在干嘛？他到底在做什么？还跟你说，宝杰哥，你知道他说他怎么闪吗？他说这样是错的。他说你躺地也错。他说你要对着车子冲。
然后呢，往他的车门旁边那个斜向的地方这样直接穿过去，这样最安全。你在搞什么？你在演007哦？你要国小生做特技表演吗？所以你看，很显而易见的。现在呢，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祈求当局政府保护自己，所以大量的自求多福。你知道像10吨，对，10吨卖最好。现在各个学校啊、商场啊、各地方大家都在买10吨，然后10吨师傅呢都在拍这种短影音，为什么？因为爆红啊！现在热销，每个都只好自求多福，在我门口放10吨，在我家门放10吨，在我办公的地方放10吨，甚至有人说什么买这种防刺衣，因为我能怎么办呢？否则我走在路上被刺，对不对？那习近平又会说我们怀念他啊，讲几句，然后根本就没有帮助的话，所以现在这个状况，中国是人人自危，只能呢自己保护自己。不是，以前就讲说，现在中国的社会要注意到说，它有没有崩解的可能。现在看到的这么多的，刚刚讲的无差别的杀人、无差别的撞人，而且专门的针对这些老弱妇孺这个进行，它真的有那种崩解的可能吗？老百姓的愤怒有这么强吗？是的，中国现在的问题就是，它有6、7万的农民啊，或者在不同的社会阶级处在贫穷线下嘛，那这个是一个高低差非常落差很大一个社会，那这种社会矛盾、阶级冲突一定会非常严重。对，但他用什么方法来解决呢？他用法律解决，他用公安来解决，他用所谓的什么人脸监视系统解决，他相信这一套。对，他相信 AI 可以解决问题。压制。对，他用包括这些新的科技嘛等等。那这个东西能不能解决呢？不能吗？当然不能解决嘛。讲的就是什么？讲的是现实嘛。他们是个现实资本主义的社会，目前是这样子嘛。你不要讲共产主义，就是它是现实主义，然后资本主义要不断的要能够赚钱，要能够成就，要科技要发展，然后人要成长，要变成这个要变成壮大，搞这一套，完全是现实面的东西。对心理层次、跟精神层次、跟哲学更高的道德层次的教育非常少，甚至于没有应该这个东西要全面的扩散。我们的教小孩从小就开始教，对，我们的庙宇、我们的宗教各方面都有各种的社会的安抚的系统来做这些救助的工作。万一旦发生问题的话，我们有医疗的系统，我们有宗教的系统，有很多社会救济系统可以补强嘛。他这个没有的，他就只有公安一条路。就公安抓起来，对，但其他没有办法，所以他没有救济系统在这个社会里面，所以这个社会已经崩解掉了。但目前他是用什么方法来维持这个社会呢？暴力嘛，这个叫制度的暴力。对，他这个国家很有力量啊，他国家比以前在秦始皇时代有力量，以前有农民运动，他现在没有了，因为他现在监控、压制，他要监控啊，对不对？他开始有 AI 啊，对不对？他到处都可以发现，他可以早期发现你有那个蠢动、暴动的可能性。那这种发生这种事情有什么关系啊？那14亿人嘛，对不对？你看看他目前来讲的话，他10几个、18个、10几个。那你记不记得他以前汶山地震10几个，好几十万人啊？对不对？中国已经进步了，他以前一次灾难是几万人、几十万人，现在一个灾难发生，如果只有几个人，以个位数来讲的话，他们的制度上，他们自己的官员内心里面来做个比较，觉得没事。不进步很多了嘛？这个社会他们不是一个追求良善的社会的话，就变成这个结果。因为你这个社会的目标是追求善、追求美、追求真，是真善美的社会。中国大陆有没有搞这一套？没有这套吗？你听过这套没有？从中国共产党建政以来，他们不搞这一套，因为他们引进了外国一个所谓的马克思主义。那个马克思主义不教你这套东西。那以前在清朝以前，中国有5000年的文化传统里面，还有谈真善美的，或是仁爱、信义等等。他现在不搞这一套，他现在完全讲功利主义嘛。所以这太过分的现实，而对道德教育非常的贫乏，跟精神教育非常的贫乏的话，他没有，就是刚刚宇轩讲很对啊，没有出口嘛，对，没有出口怎么办？杀人，那杀谁？杀不认识的人啊，不认识什么？不然他疯了，他已经快疯了嘛，他干脆杀2个人，让他们发泄，所以变成一个非常畸形的社会，那是已经瓦解了，而且完全要靠硬体，要靠硬的力量去来约束。用约束、围堵、压制来促使这个社会的管理，这个社会进步，有可能吗？没有可能，当然不可能，一定是要有善的力量才有可能推动社会进步。好，辉正，当然他的最底层的问题是，他的人太无助了嘛，
他现在的经济恶劣到你已经没有希望了吗？事实上，宝杰哥，大家会认为说啊，你们乱讲，这可能是就是个别的个案，你们为什么要凑在一起讲？我跟你讲哦，这个刚刚说在大学里面杀人的那一个学生哦，他这一封信，他第一开始他就告诉你他为什么杀人。他说，当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他说，所有人其实都是一个整体，一个人的不幸就是所有人的不幸，别人的不幸也有可能是你的不幸。不要问上宗为谁而响起，上宗就是为你而响起。所以他其实已经告诉你说，我之所以经历了这么多的困境，没有人理我，大家都看不起我，所以我要对这个社会报复。其实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他说，工厂恶意拖欠我的工资，不给我买保险，不给我加班费，罚我的款，不给我赔偿金。结果我每天都是2班倒、3班倒，一天工作16个小时，我1个月没有1天的休息，我生病请了几天假。结果他说别人发高烧、流鼻血都能干活，你凭什么不能？是，而且呢，不能就滚蛋。对，他就是因为面临他在工厂上遇到这个状况，他在学校遇到都是说他很多的东西被扣住，然后不给他那个就是毕业证书，所以他变成他工作上不顺，他在学校他认为他也遭受到霸凌，而且你看哦，以我的死要来推动劳动上面的进步，然后他最后直接告诉你，其实他已经他说我要告诉人家我失去的东西，我一定要再拿回来。胜利万岁，人民万岁，工人万岁，无产阶级万岁，无产阶级万岁。对，让历史来审判我吧，历史会证明我是对的。所以我跟你讲，他已经到了，他真的就是认为我就是在这个社会上被欺负到无路可退。他说你们太欺负我了，所有人都在欺负我，别以为我是老实人，有些账总是要清算的，我要用生命去战斗，我将彻底清洗刷我的耻辱。宝杰哥，这是一个21岁的年轻人对这个社会的控诉。刚刚提到就是那一个珠海的运动中心的那个，是一个62岁的老人，他是怎么样？他是跟他老婆离婚，遗产就是那个赡养费谈不拢，他就是一样去冲撞，他也是说我这个对这个社会的不满。所以你现在看到很可怕哦，在中国，不管是21岁年轻人，不管是62岁，对他全部都已经对这个社会不满，而采取这个无差别的报复行为。结果中国有没有要改变这件事？没有吗？没有，他们要干嘛？他们要去解决可能发生问题的这些人，所以太荒谬了。广东珠海他们的一个省委书记，他现在说什么？他说：“我告诉你哦，这个老人哦，他就是62岁，离婚，没有工作，所以他们现在要针对巴师老人。”所以台湾就讲孤寡老人，对，你现在是孤寡老人，就变成了监控对象。我跟你讲，超级恐怖的。他说他要找哪些巴师人员，投资失败、工作失败、生活失忆、情感失忆，然后关系失和、心态失衡、精神失常、年少失管。3D 3少，收入少，权力地位少，社会声望少，没有跟人家往来。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你觉得他可能智障讲，对不对？没有。我跟你讲，刚刚的那一份公文里面，他叫你整个所有区去把这些人给我找出来，集中管理。他现在下达的指示，他说你要把这些35老人全面彻底排查，做到不失一人。第二件事情，他说你要把这些人全部抓来。1968年11月1日前出生的人群进行排查，重点盘查对象无子女、无婚姻、无父母的3无人员。我是他盘查对象。你有婚姻的？1968年。对，所以我告诉你。宝杰哥，现在他们开始，以前是新疆人被抓了，没有人要管，现在是60岁以上的老人，如果是35老人，你也要被抓，因为他直接下达指示，要把这些人抓来。他说，特殊情形集中管理老人，8人一间。他现在告诉你，就要8人一间，24小时看管。而且最重要一件事情，他说呢，这些人你要把他们全部都集中管理，然后定期盘查。我跟你讲。集中营要再开始，不是针对新疆人，是针对所谓的35老人。为什么？因为他认为你有可能是这个社会的不定时炸弹。而且刚刚讲的，你现在不是只有这些所谓在低层的，现在在上海出现了一个状况。刚刚讲的，这些人都是可以买上上亿豪宅的，连这些买上上亿豪宅的人都要维权，你就会看到那个中国这种骚动不
扩散的范围已经有多大了？是我们刚刚讲是3-5老人，你看现在看到街上这些人，他不是3-5，他每一个人都是好几亿，他光买这个房子是买3000万人民币的房子，结果他们现在发现一些什么事情？他说，他们那个延迟，他们那个这个建商以资金链断为由，2次延期交付啊，结果呢，现在又发生一些经济问题，又要交付，交付时间遥遥无期啊。那这些人想说不对呢，你一直没有给我交付，然后你一直还要我银行的贷款钱还要照付，他心想说，那我这样子不是傻了吗？所以他们现在这些人要上街头，就是要抗议。他们要抗议什么？他说，如果你们这个第一期工程无法在11月30日前准时交屋的话，那我们就要断供啊，我们就要停贷啊，直到保质保量交房啊。所以现在整个中国社会是，你那些3-5老人，你去冲撞；你在工作上或者是学业里面遭受到那个被歧视、被霸凌的，你去冲撞，连身上有好几个亿的人也要走上街头。因为他们现在买这个房子，苏荷湾，这个苏荷湾都是2000万、3000万人民币的，代表着它这等于说上亿豪宅的、上亿台币豪宅的房子。我买了这些房子，代表他们都有一些经济实力的人。结果我买了这些房子了以后，我也不能交屋，我还要付贷款，我这辈子都没了。宝杰哥，他是站在他们家的往外看，可以看到哪里？可以看到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天哪，这大概是我们101的水准吧。所以如果说现在有好几个亿的人，他都要面临到你的建商竟然不给你交屋，但是还要不断你付贷款的情况之下，任何人都会走上街头。